原来站在白鹿面前，敖瑞鹏设下的所有标准都变得毫无意义。爱情总是让人猝不及防。当心跳加速的那一刻，所有原本坚定的原则、设下的标准，似乎都变得毫无意义。敖瑞鹏的故事便是最好的例子。可爱一词曾是敖瑞鹏微博上的禁词。他一直以来都觉得自己已经不再年轻，29、30岁的他认为可爱这个词只适用于少年时代，甚至在采访时明确表示不喜欢被称为可爱。无论是接受记者采访，还是在剧组拍戏，他都会向身边的同事表达同样的态度。白鹿就曾在拍摄时被他提醒过，不要再用可爱来形容他。这其中隐藏着许多微妙的心理因素。首先，很多人在步入成年后，都会开始对可爱这个词产生某种抗拒。因为可爱通常带有某种稚嫩、天真的意味，而成年人的世界似乎更讲求成熟、稳重和担当。尤其对于男性来说，社会对他们的期待往往更偏向于强大、可靠或者有魅力，而不是可爱。在娱乐圈，形象管理尤为重要。每一位艺人都希望塑造自己独特的风格，而不是被随意贴上标签。对于敖瑞鹏来说，他可能希望自己的形象更加成熟，而不是让人觉得是一个可爱的男孩。这种形象管理不仅影响他在观众心中的定位，也可能影响到他接到的戏路。如果观众普遍认为他可爱，那么未来他可能更容易被选中出演一些偏向青春、轻松的角色，而不是更具深度、挑战性的角色。除此之外，可爱这个词也可能让他产生某种心理上的不安全感。也许在他的成长过程中，他一直在努力成为一个值得依靠的人，一个可以被认同、被尊重的成年人。因此，当别人称他可爱时，他可能会感觉自己的努力被否定，或者自己的成熟形象没有被认可。这种心理其实很多人都可以共鸣。当你花了很多时间去塑造一个成熟、专业的形象，但别人却仍然用带有童趣的词语来形容你时，你可能也会感到有些无奈。但另一方面，可爱这个词并不是完全负面的，它更多时候是一种表达喜爱和亲近的方式。只是每个人对这个词的接受程度不同，而敖瑞鹏可能只是一直觉得这个词不适合自己，或者不符合他想要塑造的公众形象。然而，在宣传新剧《白月繁星》的直播中，白鹿无意间2次提到了可爱这个词。令人惊讶的是，敖瑞鹏却没有表现出任何抗拒，反而神色自然，甚至带着一丝愉悦的笑容。这背后或许隐藏着更深的情感变化。一个人如果真的不喜欢某个词，他的下意识反应一定会表现出来，比如皱眉、立刻纠正，或者干脆回避话题。但这次，敖瑞鹏的态度却完全不同，甚至有点像是默认了这个词的使用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？或许是因为说出这句话的人是白鹿。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，叫做情感接受度。同样的一句话，从不同的人嘴里说出来，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。当我们面对的是自己在意、喜欢或者亲近的人时，我们往往会放下很多戒备，甚至会对平时不喜欢的事情产生新的接受度。就像有些人不喜欢被别人开玩笑，但如果是喜欢的人对自己开玩笑，他们不仅不会生气，甚至会觉得是一种特别的互动。这正是情感接受度在起作用。当敖瑞鹏面对白鹿时，他可能不再像往常一样对可爱这个词产生抗拒，甚至会下意识地接受，因为在喜欢的人面前，所有的原则都会变得柔软。这种现象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常见。比如，有些人不喜欢被别人碰头，但如果是自己喜欢的人轻轻拍一下，他们可能会觉得是一种亲昵的举动。或者，有些人对撒娇这件事很抵触，但如果是喜欢的人对自己撒娇，他们会感到受宠若惊，甚至觉得有些可爱。这也是爱情最奇妙的地方，它让人变得更加宽容，更加柔软，甚至让人愿意接受自己曾经抗拒的东西。这种变化并不是刻意的，而是潜意识中的自然反应。
当你真的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很多事情都变得不再重要，很多原则都可以为对方破例。而这种转变其实也让人感到温暖，因为它意味着一个人愿意为了另一个人去调整自己的想法，去接受自己曾经不喜欢的东西。它不是一种妥协，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愿意。所以，当白鹿在直播中说出可爱这个词时，敖瑞鹏的笑容或许已经说明了一切。这不仅仅是对可爱这个词的接受，更是一种对白鹿的认可，一种来自喜欢的人的话语所带来的甜蜜感。这正是爱情中最动人的瞬间，当你发现曾经坚持的东西，在喜欢的人面前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。心理学上，喜欢一个人时，大脑会自动美化对方的一切，对方的举止、言行，甚至是一些小习惯，都会变得异常迷人。而对于自己喜欢的人，所有曾经坚持的原则都会不自觉地被打破。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现象，因为爱情是一种极具感染力的情感，它能够改变我们的认知、情绪，甚至行为。喜欢一个人时，我们的大脑会释放多巴胺和催产素，让我们产生幸福感，并在潜意识中增强对方的吸引力。当一个人喜欢上另一个人，他的思维模式会发生微妙的变化。本来可能对某个词、某种行为特别抗拒，但一旦这个词或行为来自自己心仪的人，就会自动降低防备，甚至会开始接受。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刻意要讨好对方，而是因为喜欢让我们变得更包容，更愿意为对方调整自己。这种心理机制在人际关系中非常常见。比如，有些人原本不喜欢吃辣，但如果他们喜欢的人特别喜欢吃辣，他们可能会尝试去适应，甚至慢慢变得能够接受，甚至喜欢吃辣。这种改变并不是刻意迎合，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适应，是情感驱动的自然转变。敖瑞鹏的例子正好印证了这一点。对于可爱这个词，他曾经是拒绝的，但当白鹿在直播中自然地说出这个词时，他的反应却不再是抗拒，而是接受。这种变化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，但它确实发生了。5. 现实中的共鸣。其实，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明星身上，每个人在面对自己喜欢的人时，都会不知不觉地改变自己。想想你自己，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经历？曾经发誓不吃甜食，但喜欢的人一句陪我吃一口吧，你就心甘情愿地尝试了。曾经对某种风格的衣服不屑一顾，但当喜欢的人说这件衣服很适合你时，你却愿意试试看。这不仅仅是爱情带来的心理变化，更是人类天生的社交特性使然。当我们喜欢上某个人时，我们的大脑会自动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，以更好地融入对方的世界。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爱情中，也发生在友情和亲情中。心理学家指出，人类的社交行为本质上是一种适应性进化。在原始社会，个体需要通过融入群体来获得生存优势，因此人们会本能地调整自己的行为，以更好地与群体成员建立联系。而当我们喜欢一个人时，我们会将对方视为重要的社交对象，因此会更加愿意调整自己，以促进关系的发展。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我们失去了自我，而是我们在成长和适应。真正的爱情并不是让一个人彻底改变，而是让两个人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共同成长。6. 爱让原则变得柔软。有些人总是强调自己的原则，认为自己永远不会改变。然而，当喜欢的人出现在面前，所有的坚持都会变得无关紧要。不是我们变了，而是我们在爱里学会了柔软。这种柔软并不意味着妥协，而是一种内心的开放。当我们喜欢一个人时，我们愿意去理解对方的世界，愿意用新的角度去看待事物。这种开放让我们能够接受以前无法接受的东西，也让我们能够更深刻地体验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。敖瑞鹏的例子就是如此。以前，他坚持不让别人叫他可爱，但当白鹿说出这个词时，他却没有抗拒。这不是妥协，而是一种心灵上的开放。
他在无意识中接受了白鹿的评价，因为在他的心里，白鹿是一个特别的人，而特别的人说的话总是比别人更容易让人接受。这样的心理变化其实也反映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比如，有些人以前从不愿意在公共场合唱歌，但如果是喜欢的人鼓励他们可能会鼓起勇气尝试。又比如，有些人一直觉得自己不适合某种颜色的衣服，但当喜欢的人说我觉得你穿这个颜色很好看时，他们就会愿意尝试。这些变化都是因为爱让我们变得柔软，它让我们放下戒备，让我们愿意去接受新的体验，也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更好的自己。7. 结语：爱情的力量。爱情的力量正是在于它可以让我们打破原有的设定，去拥抱未知的可能。当你真的喜欢一个人，你会发现曾经所有的坚持，所有的原则都不再那么重要了。或许下次当你听到自己曾经抗拒的词语从心动对象的嘴里说出时，你也会像敖瑞鹏一样露出那一抹不自觉的笑容吧。感谢大家观看。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，别忘了点赞、留言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，我们一起聊聊吧。红心。